哎，你看市场趋势啊，其实特别像一场接力赛，而你图表上看到的这些 AVWAP 线呢，就是那些传递接力棒的选手，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随着趋势往前跑，他们就这么一棒接一棒的给价格指明方向。今天咱们就来聊透这个趋势接力背后的秘密。你看啊，在一段特别强劲的趋势里，真正的聪明钱，他们是不会死守一个阵地的。当市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他们会非常巧妙地创造出一个新的成本基础，也就是把价格的控制权主动地交棒给下一个锚点。没错，这个传递接力棒的关键过程，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核心概念 AVWAP 秒点切换。它能告诉我们趋势到底是怎么延续下去的，以及那些大资金在里面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。好，那我们说的这个切换或者交接，在交易里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？咱们把它掰开来好好看一看。它的核心呢，其实就是趋势内部的一次再锚定。这听起来有点抽象，对吧？说白了就是市场的共识、资金的流向，还有所有参与者的心理，都在一个全新的价格水平上被重新定义了。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，你要记住，它标志着趋势的成熟和延续，绝对不是反转信号。那么这种切换通常不会凭空出现，它往往是由一些关键事件触发的，因为这些事件会促使那些机构去重新计算他们的平均持仓成本。所以你要特别留意的时刻有哪些呢？比如说重要的公司财报发布，价格出现那种很强势的突破，或者对某个关键水平的回测，甚至是宏观经济数据公布的时候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怎么才能实时的发现一个新的锚点正在形成呢？别急，有3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可以帮我们做出判断。第一个信号就是你看价格，它不仅突破了前一个锚点，而且还能稳稳地待在它上边。这就证明什么呢？证明旧的那个成本区间已经被市场完全消化了，趋势有足够的力量继续往前冲。第二个信号，你要去观察是不是有一个新事件出现，而且重点来了，一定要伴随着成交量的激增。不管是财报也好，新闻也好，还是技术上的突破，只要成交量突然放大，那通常就意味着大资金正在重新建仓。一个新的 AVWAP 锚点往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最后一个信号是观察移动平均线和 AVWAP 之间的互动。你看，当他们先收敛，就是靠得很近，然后又再次发散张开的时候，这就像是趋势在跟我们说话。他在说，旧的动能消化完了，新的主导资本已经进场，准备重启行情了。好，了解了这些信号啊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趋势的交接通常会呈现出哪3种典型的形态。首先是看涨切换，你看价格回踩旧的 AVWAP 线得到了支撑，然后呢，一条新的位置更高的 AVWAP 线形成了新的支撑平台，推着价格继续往上走。反过来，在看跌切换里就刚好相反，每一次反弹都碰到一条更低的 AVWAP 线，然后就被压下去了，形成一层一层的压力。但是啊，这里要特别小心一种情况，就是假切换。这东西就像一个陷阱，价格看着是离开了旧锚点，但实际上没能建立起新的趋势，很快就又跌回来了。这种假动作往往就意味着趋势还没准备好，你要是贸然追进去，就很容易被套牢。好了，理论讲的差不多了，咱们现在进入实战环节。在图表上到底该怎么亲手设置一个新的 AVWAP 锚点呢？其实啊，非常简单，3步就能搞定。第一步，你要做的就是识别出那个关键事件的节点，比如说一个重要的突破日或者财报发布日。第二步，就从那个事件的 K 线开始，设计你的新 AVWAP。第3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就是你要密切的观察价格对你画的这条新线到底有什么反应。如果价格跌破了这条新的 AVWAP 线，而且半天都站不回去，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了。我们可以很形象的把它叫做接力棒掉了，这就意味着趋势的动能可能已经用完了，你得赶紧重新评估一下你的头寸了。这里呢，我给你个专业的建议，
少即是多，千万不要在图表上盲目的堆上一大堆锚点，搞得眼花缭乱。在每一个趋势阶段，你只要保留一条主导线就够了，然后用不同的颜色把它们区分开，这样你的分析才能保持清晰。好，技术层面我们讲完了啊，但更有意思的是，我们得深入聊聊它背后的市场逻辑。为什么锚点切换这个方法它就有效呢？这背后啊，其实是特别深刻的市场心理学。你想，机构的心态是什么？是不断的去适应趋势，他们通过重新锚定，持续调整自己的成本认知，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让趋势在新的价格区间里继续跑下去。但很多散户呢，恰恰相反，他们总是执着于旧的支撑、旧的成本，结果呢，被趋势一次又一次的甩在后面。所以你看，真正的趋势交易根本不是去猜方向，而是要学会跟随资金的锚点，顺势而为。记住这句话，要跟随锚点，而不是跟随你自己的执念。好了，咱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内容的核心要点。第一，趋势里的每一次切换都是聪明资金在给你发信号。第二，不同阶段的 AVWAP 就像接力棒一样，设定了整个行情的节奏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关注新的锚点，而不是死守旧的支撑，你就能跑在行情的前面。所以，请一定记住这句话：掌握了锚点切换，本质上你就掌握了趋势的这场接力赛。好，在下一期内容中，我们会揭开一个更深的话题，关于机构的假突破和陷阱锚点的真相。相信我，这会让你对市场操纵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咱们下期见。